本节目由以下成员赞助播出。在上期节目里我们把物品仓库给做出来了，能够用来分类绝大部分常用的物品。现在里面所听到的哒哒哒的声音，也就是它正在分类。我刚刚呢也是在树场那边拿点木头，还做了一些红石器材。因为这边箱子里面东西还是很少的，我们还得适当的往箱子里面填点东西。特别是这2个里面还是空的。以前这边的农田呢也没有收获什么东西，我刚刚呢也是把它收了一遍，大家可以来看一下，也就这么几组粮食吧。我们从开始到现在也就囤了这么点粮食。我想我们也应该要来做一下村民自落农田了，让村民来帮我们种田，其实也不亏。我们只要仔细想一下，村民收获的那些作物最终呢还是归为村民他自己。总之呢，我们不是拿来交易的，就是喂给村民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做的这种自动农田呢，不光可以收获作物，同时呢还可以养育村民，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村民工程计划。那么我们选择的地点呢，会在那边的蜜蜂农场旁边。由于这边做的东西很多，我也是不想让这边变得太卡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要准备的材料。打开我们的背包，我们带了一些木头，需要做成活本本，还有粪桶以及羊毛是用来合成床的。这边箱子里面呢还放了一些床，最后就是泥土还有玻璃。这边玻璃呢带了很多。从家里面往西边飞，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做的蜜蜂农场了。好的，这门口这里呢有一片很大的草原，这块地我看起来还是觉得很不错的。我们先稍微把土地平整一下，待会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建造了。这边的地大家可以看到已经是填填补补了，地上呢还有很多残留的痕迹。我们先到这上面来，先搭出第一块田地。我们把田地搭在空中呢，是我们待会能够方便收集小村民。这每块地是7×7的大小，它的中间放一个半砖，然后在半砖上面泼水，这样水就不会到处流。我们这里拿出水桶往上面泼就行了，再用灵魂出窍下去看，这下面是干的，所以呢这下面不用再放什么东西挡水。每一块田的边界呢，我们用玻璃把它挡起来。玻璃它是透明的，所以呢我们能够很好的透过玻璃对村民进行监工。因为我们必须要知道村民在里面到底是在干什么，是在游手好闲呢，还是在多人运动，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肾亏，我们还得帮他解决各种问题。最后把它围起来，围2个高。我们把4块地都给搭好了，接下来呢要给它耕一下。这第一块地耕好了，我们要给它放上一个粪桶，然后在粪桶上面再放一个半砖，是为了防止村民喜欢往上面蹦，就很容易把菜地给踩坏。哎呀，这地方怎么是空的呢？我想起来这里是要放漏斗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梯子上来，我们要在刚刚这个缺口这里呢放一个栅栏，再来到它的下面放一个箱子，接下来要在箱子上面放漏斗，就可以收获到村民所收获到的作物。我想在上面再放一个漏斗，其实上面这个漏斗呢放不放也无所谓，我们还是去放一下，这样的话看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很多人都经常说这种农田都是属于压榨村民，其实并不然。你会发现这些农产品到最后又会归还给村民。我们史蒂夫并不喜欢吃素，在两边的缺口处呢，我们要搭出几个方块，这几个方块不能够和我们的农田接在一起，上面我们将要放上3张床。村民只要能够寻路到这3张床，他们就会想生小猴子。然后一点要切记，你是不能够在这张床上面右键的，那样的话你会和这张床进行绑定，之后村民他就无法识别这张床了。然后我们要做几个活板门，它的作用就是欺骗村民，能够让他寻路到床。像这样放上去，然后打开，这上边呢我们再放2个。如果你是强迫症的话，你可以往中间再加1个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村民他就会认为他可以走到这张床上面来。床前面呢我们再放几个，以防万一。有时候不知道什么情况，小村民他会跑到床上面来。然后这下面就是关村民的，然后还要给它做一个大小村民分离的装置。我们现在呢就暂时只是把它围起来，待会再来处理。刚刚把铁路运输线做好了，我们准备从家里面拉几个村民过去。我刚刚发现以前的村民繁殖机里面居然还有几个村民，那这就很方便了，我就直接把它拖走了。好，走。我推了2个村民上矿车，由于距离有点远，我得帮他们加载一下区块。好，到了，平稳降落。这是第2个村民，第1个呢我已经把它推到位了，这个我们要把它推到隔壁的农田，让它下车，看它会不会识别里面的工作方块。那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哎。好，到了第2天早上，它已经识别到了，但是这边的土怎么踩成这个样子了？好，在他们有了职业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给它丢粮食了。我们丢一点胡萝卜，因为胡萝卜的产量还是挺高的，让他们捡了之后，他们就可以开始自动种地。
不是啊，你们怎么隔着栅栏就开始搞事情了？这才上班的第一天呢，你们就开始嗨起来了。加个速，加个速，快点给我工作！开始种地，开始种地了。我想看一下你们的背包。哎，别动，别动！哎呀，这小子多动症。好吧，你背包我就不看了。接下来我们来把大小村民分离的装置做一下。先把下面的3格底板挖开，还有这边都要挖开。我们要给它换上下半砖，下半砖的上面是要给它泼水的。这条水流我们要尽量做长一点，和那边一样。那边呢是我事先已经做好了。水流如果做的不长，村民就会在水里面蹦，蹦着蹦着它就卡住了，就不会再往后面冲了。好，我们再把这条水流给它围起来。在水流的末端呢，我们要给它放上一个活板门。好，前面敞开的空间都把它给封死。然后顺着活板门后面再给它大方块。这个活板门上面呢，我们也是要铺一条水流的，所以它的旁边我们用玻璃把它围好。这后面的水流呢，没有长度的要求，我玻璃没了呀，我先随便用一个方块把它挡一下，再去接一桶水，再往活板门上面泼就可以了。最后我们要把它密封起来，不能让村民跑出来。后来呀，我做了2层高，现在呢是已经挂机好久了，他们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就会开始冒爱心。生出的小村民，他们就会靠近床那边，然后被活板门给诱骗掉下去。在建造过程中呢，还出了点小问题，说是个小问题啊，但是搞了我好久。下面的村民他一直肾亏，始终不生小崽子。其实它的原因就在这里，我之前放了几个玻璃，后来把玻璃拆掉之后，它就正常了，说明啊这个玻璃会阻挡它们寻路，即使是在第3格高。最后生出来这些小崽子都已经长大了，有这么多了。如果你想把它放在交易所里面，那当然非常好，但是村民太多了也没有用。那么你可以用岩浆给他们头顶来烫个头，解决一下人口的问题。我好像还差点忘了看了箱子里面的物品，还不错，现在有2组多一点，2排多一点。哎，这个小蜘蛛应该不会咬我吧？我们来跟它怼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内容就是这么多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系列生存的话，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3连哦，绝对不亏。以后还会给大家录制更多优质的节目。那么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